各位朋友，真的久等了，帮你，Google Pixel 10到底开不开？开，当然要开，而且不只要开。现在在我面前的就是 Google Pixel 10、Pixel 10 Pro、Pixel 10 Pro XL 以及 Pixel 10 Pro Fold 4只手机，要开就要开好开满。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身为少数从台湾首款 Pixel 3一路测到 Pixel 9的频道，Pixel 10当然会测，绝对不会缺席。今年 Google Pixel 10系列最受大家关注的，肯定就是转任台积电3奈米制程的 Tensor G5 处理器表现到底如何呢？那这也是我们晚出影片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个 Tensor G5 在推出时的状况真的有点多，并且 GPU 跑分也明显异常。同样的剧情在 Pixel 5已经上演过一次了，而当年就是靠了系统更新，终于把 765G 的 GPU 解放到正常水准。所以为了谨慎对待手机史上的历史大作，Tensor G5 想说那就等吧，而这一等就是到了现在。但我觉得这正是评测 Pixel 最好的时机点。一来是熟悉 Pixel 的朋友就知道，上市3个月左右，市场价也迎来了修正，整个入手门槛也更趋向合理。二来我们已经等了3个月，真的已经很够了啦。如果真的还是解不了，我们就 Tensor G6 再见吧。除此之外 ，Pixel 10系列这次还有很多亮点，像是标准版居然也有5倍长焦了。Pro 版这边包括 Pixel 10 Pro、Pixel 10 Pro XL 的数位变焦也迎来了大升级。Google 不止把数位变焦范围放宽到100倍，更是把黑魔法重新注入 Pixel。当年 Pixel 3靠着单镜头加 AI 狂打一片有长焦镜头的旗舰手机，而现在 Google 想要靠着 AI 再次让魔法发生。那我必须说，这个 AI 加持的变焦算法强是真的很强，但这我们就后半段细聊。除此之外，我们也会花点时间聊聊 Google 第3代的折叠手机 Pixel 10 Pro Fold， 这也是首款拥有 IP68 防尘防水的折叠手机。总之，这期节目就让我们迎来第10代的 Google Pixel 详细实测。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咯。我们还是先从外观看起，但是外观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所以我不废话，只讲实际体验的重点。今年 Pixel 10系列和前代一样有标准版 Pixel 10、大小2种尺寸的 Pixel 10 Pro 以及 Pixel 10 Pro XL， 还有折叠 Pixel 10 Pro Fold， 共4款机型。那4款机型的外观同样维持了相同的相机 bar， 甚至 Pixel 10 Pro Fold 那个等于号镜头也保留了下来。不过横向镜头 bar 最大的特点就是基本上不太会有跷跷板的状况发生，并且 Pixel 10系列在装保护壳之下的一体性还是很好的。一来是可以降低镜头模组突出的感觉，二来是这个原厂壳的质感真的不错，并且也内建磁吸设计，横向的镜头 bar 基本上也不会卡配件，可以很好的相容各种磁吸周边，算是 Pixel 在磁吸时代下的另类优势。对了，这次4款 Pixel 10不止官方保护壳都有磁吸设计，其实 Pixel 10系列在机身内也都加入了符合 T2 标准的 Pixel Snap 磁吸设计，在裸机之下就可以相容磁吸配件。而在 Pixel 10 Pro Fold 这边，最大的重点就是这次采用了全新的无齿轮铰链，简单来说就是透过内置弹簧的凸轮来取代传统齿轮。那有2个好处，第一，这个全新结构的体积更小，能释放更多空间。最显性的就是 Pixel 10 Pro Fold 的电池从4650毫安时进一步提升来到5015毫安时，以折叠来说电量会更充足。二来就是这代的金属中框肉眼可见的变窄了，萤幕也从去年的 6.3 加大到了 6.4 寸。但老实说 Pixel 10 Pro Fold 这个边框即使在缩减后真的还是偏粗啊。那粗其实不是问题，而是 7.63 公分的机身宽度，再加上折叠起来将近 1.1 公分的厚度， Pixel 10 Pro Fold 对于单手操作来说实在还是太宽了，绝对是需要双手才能操作，那也就失去了封面萤幕有着快速检阅、移动操作下的特性。我觉得下一代不管是折叠的厚度或是缩减手机的宽度，都是 Pixel 10 Pro Fold 在2026折叠大爆发之前一定要重视的问题。不过老实说，这个全新的转轴结构还真的是蛮有趣的，因为全新的凸轮设计相比起过往的齿轮铰链，可以做到近乎紧密贴合，也就避免了灰尘被带入铰链，最终主板入尘甚至灰尘伤到萤幕排线的问题。那这对折叠手机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这也让 Pixel 10 Pro Fold 成为首款做到 IP68 防尘防水能力的折叠手机。
那因为 Pixel 10 Pro Fold 的转轴改了嘛，实际上手后我最有感的就是开合过程的顺畅度是真的很好，阻力恰到好处，整个曲线是调得很舒服的。而在内萤幕上 ，Pixel 10 Pro Fold 依旧用上了具有抗反射处理的折叠萤幕，这点好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Pixel 10 Pro Fold 的抗反射涂层是直接做在萤幕上，出厂时也没有贴上保护贴，所以如果你额外贴保护贴的话，抗反射效果就会直接消失。那这点跟前一代是一样的。还是希望 Google 未来也许可以评估把抗反射 coating 做在保护贴上，弹性明显也会来得更大。最后，今年4G 在机身配置上还是维持单实体 SIM 卡加 eSIM 双卡的设计，同样是环保盒装，随附线材但没有充电器，保护壳一样要另外买。耐用性上，全系列都采用 Corning Victus 2前后玻璃，并且都做到了 IP68 防尘防水，连折叠都有，这点的确少见。那 Pixel 其实还有一个特色功能，就是内建了 Google VPN。但这只有 Pixel 有嘛？其他手机要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用 NordVPN。NordVPN 算是我用过这么多 VPN 当中沿线相对稳定、速度也不错的选择，也是我自己就有买的 VPN。NordVPN 在全球167个位置是有超过8400台伺服器。你看，打开地区选单就有超多国家可以选，不管你是要跳跃地区限制、解锁地区专属内容，又或是你知道吗？每个地方网站不是有一堆隐藏优惠，它还会根据你所在的国家给出不同的饭店价格。比如说，你现在 IP 在美国，这间饭店要14000，而我跳到香港，就只要1万出头。这个小技巧记得学起来。那在机场、饭店的公有网络挂上 VPN， 已经是2025的必要尝试了吧？最棒的是 NordVPN 还有威胁防护功能，等于它不只是 VPN， 也是防毒 App。开启之后就能更好的避开钓鱼网站或是恶意软体。现在只要透过帮您观众专属连结购买2年方案，就会额外赠送4个月的免费订阅。NordVPN 还有30天的退款保证。有兴趣的朋友，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喽。接着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效能实测了。今年的 Pixel 10系列重点就是台积电3奈米制程的 Tensor G5 SoC， 并且这次记忆体容量以国际上来说依旧大方。我们手上的标准版 Pixel 10搭配的是 12GB 的 RAM 加上 128GB ROM 的版本，其他3款都是 16GB 的 RAM 搭配 256GB 储存空间的版本。有个有趣的差异是，从规格表上就能看到，这次大容量的版本 Google 加上了 Zone UFS 的配置。并且需要留意的是，经过我们实测，虽然这次 Pixel 10系列大部分的型号都用上了 UFS 4.0 的储存规格，不过 128GB 版本的 Pixel 10应该还是维持在 UFS 3.1。经过我们实测，读取上除了 256GB 版本的 Pixel 10 Pro XL 比较突出之外，其他3款都落在2000MB/s 上下。不过在写入上 ，128GB 版本的 Pixel 10就有明显落后，大概只有 Pixel 10 Pro 的70%，更是只有 Pixel 10 Pro XL 大约一半的写入速度。在意的朋友需要留意。那我们就先来看 CPU 效能。今年的 Tensor G5 在架构上有调整，但没有太多惊喜。对比上一代 Tensor G4 采用的是一个 X4 超大核加3个 A720 大核，再加上4个 A520 小核的常规8核设计，改成了跟上现代大核当家的一个 X4 超大核、5个 A725 大核，再搭配2个 A520 小核的全新架构，并且频率也更加激进，全面往上拉了1圈。但很可惜的是，应该是开案时程或是授权的关系 ，Tensor G5 并没有用上 X925 或是全大核这些正在流行的新世代架构。不过至少改成了1+5+2了嘛，代表 Tensor 还是有在关注趋势的。而在实际效能上，我们首先来测 Geekbench 6，在最新的系统版本下 ，Tensor G5 拿下了单核2329分，多核拿下6445分。基本上 CPU 与推出当时表现一致，大概就是 G5 目前的实力。相较起上一代，单核又是 19.7%， 多核来到 42.1% 的提升。那要对标的话 ，Tensor G5 的 CPU 理论效能大概就是单核略优于 H100， 多核略低于 H100 的表现。但如果你是要跟同期的 A Elite 相比，单核大约只有 A Elite 的70%，多核更是只有60%上下，依旧有明显的差距。那因为是我们晚测，所以后面新出的 A19 Pro、天玑9500、A Elite Gen 5基本上就不是同期的产品了，还是要说清楚。而在 GPU 表现上，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驱动存在问题的消息。那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这次 Tensor G5 采用的是在旗舰手机 SoC 好久不见的 Imagination 提供的 Power VR GPU 方案，而不是大家熟悉的 Mali 架构。
那在最新系统之下，我们首先还是来测表现比较正常的 SunnyMark Wildlife Extreme。Tensor G5 拿下了3400分，这个表现相较起 G4 提升了将近 31.9%。以 Tensor 来说，真的是用力拉了一把。但对比上高通主厂的 A10 GPU，Tensor G5 大约是只有 56% 的效能表现。话说，很多人关心的 Geekbench 6 Compute 表现异常，在目前的系统版本中，实测与推出当时没有太大的差异，目前大概就是这样了。理论效能我就先聊到这边。接下来我还是进到大家最关心的游戏实测表现，我们就直接来测负载更重的原神须弥。可以看到，虽然在理论核心频率上拉得更高，但今年 Tensor G5 的调教还是蛮保守的。在连续30分钟游玩下 ，Pixel 10全系列除了 Fold 内幕解析度不同，可以跑到 49.1 接近50帧，其他台都落在平均38到41帧上下的表现。那在相同测试条件下，基本上跟去年 Pixel 9系列依旧在同一个级距，没有拉开明显差异。比较令人意外的是，虽然 Pixel 10系列用上了台积电制程，但实际上最大的原神平均功耗反而还来得更高了。Pixel 9去年非折叠3台的平均功耗大概都落在 4.5 到 4.9 瓦上下，不超过5瓦。而今年的 Tensor G5 则直接来到了 5.6， 甚至 Pro XL 进一步冲到 6.3 瓦。但好在这台散热还行，正反两面控在42度上下。所以这样看下来，基本上欢迎回去翻我之前所有对 Tensor 的评论，是不是都一一发生了？我说过 ，Tensor G5 是非常关键的一代，不只是换制程这么简单。基本上手机圈的朋友，从传出转单台积电到现在，最好奇的就是，Google， 你想要脱离三星，那你真的想清楚你的架构问题要怎么解决了吗？再怎么说，三星它至少还是三星啊。那结果只能说非常有趣 ，Google Tensor 跟 ARM 的关系居然比高通跟 ARM 还更暧昧啊！第一个是有蹊跷的地方是在 CPU 架构上，没有用上新的超大核图纸，基本上沿用旧的 X4 超大核，只换上了小改的 A725， 但重构了1+5+2的现代设计，然后大幅拉了核心频率一把。但即使如此，在最终释放上，凭借着高频超大核，单核超越了 A Gen 3，但多核也就是达到 A Gen 3上下的同级水准。某种程度上也能看到 Google Tensor 在脱离三星之后，下一步到底想要怎么走。那第二个明显有瓜的地方，就是居然用的是 Power VR 的方案。在苹果走向自研之后， Power VR 在2025的旗舰手机 SoC 绝对可以算得上是稀客。上一次听说 Power VR 想要重出江湖，基本上还是上一次的时候。最后大家最好奇的某店到底要怎么解？毕竟这就真的不是想做就做得出来的东西了，完全没意外，果然只能回去找三星了。那整体看下来，对于有在关注手机 SoC 的朋友来说，问题就来了。三星老大哥的 Exynos 终于快迎来了曙光，结果 Tensor G5 居然跳船了，这题该怎么解？并且我们也说了好多年了，懂行的朋友应该就知道 ，Tensor 的难题从来不在制程上，而是有经验、有规模、有钱可以支撑最新架构的藏经人啊。反正从转单台阶的风声出来 ，Tensor 的故事真的是听各路的朋友分享了一波又一波，幕后真的有好多想聊的。但我的节目已经真的超时了，虽然很不想这么说，毕竟 Google 我真的是抱了很大的期待啊。但测到目前为止，这台 Tensor G5 我的最终评价大概只能是用上台积电，但就真的只是用上台积电，还是比如说 Tensor 目前的难题真的不在制程上面了，但还是要帮 Tensor 说点话。像是自家的安全晶片 TPU 都陆续看到成果了，并且这几代的系统也是真的调得很顺啦。好啦，我们来聊点开心的。在续航部分 ，Pixel 10全系列都搭载了5000毫安时上下的电池，并且每一款电池也都比前一代都大了一点。那经过我们实测 ，Pixel 10在邦尼的续航测试中，全程120Hz 拿下14小时18分。而 Pixel 10 Pro 这边来到13小时52分 ，Pixel 10 Pro XL 13小时43分钟，而 Pixel 10 Pro 4的表现同样优秀，外幕120Hz 拿下了14小时37分钟，并且内幕这次的续航也有提升，来到12小时22分。整体来说，虽然高频功耗上升，但中低频负载表现 OK。今年 Pixel 10全系列日常使用都可以达到1天1充的程度，不太需要担心。而在充电速度上，这次4款也都有提升。除了10 Pro XL 提升到了45瓦，其他3台也都已经来到30瓦的 PD 快充。那经过我们使用 Google 原厂40瓦充电器实测，这4台的充电速度都非常接近啊！非折叠的3台充电半小时都可以达到55%上下，
1小时充满 90% 左右，完整充满很一致的会在1小时24、25分完成。而 Pixel 10 Pro Fold 今年的充电速度也终于跟上时代了，半小时充满 64%，1小时充满 93%， 完整充满后是1小时17分，甚至比非折叠还来得更快。除此之外，Pixel 10全系列这次也都支援了 Pixel Snap 磁吸充电技术，并且支援7 to 无线充电协议。瓦数上，除了10 Pro XL 可以到25瓦，其他3款则都是15瓦的功率。那这边也补充一下，7 to 协议在无线充电联盟跟苹果达成协议后，功能上就包含了磁吸充电，所以并没有抄袭或是剽窃的问题。但有些品牌也许是为了避嫌，或是单纯觉得没有必要增加机身重量。反正用保护壳也可以做到磁吸充电功能嘛，那他们也可以选择只支援7 to 协议，但不包括机身内建磁铁的设计。This works perfectly fine with your Apple MagSafe accessories. Can you say? 生物安全辨识上，4款都支援速度不错的脸部辨识，标准款与2款 Pro 都采用超声波萤幕下指纹辨识，速度也算不错。但超声波就是要记得保护贴要买超薄版本。而 Fold 这边就是沿用实体指纹辨识，也可以设定轻触解锁，只要碰一下就能马上解锁手机。接着我们来聊聊 AI。这次 Google Pixel 10系列在 AI 上，除了基本的 Gemini AI 助理、超级好用的画圈搜寻 Circle to Search， 他们也在系统上加上了更多 AI 支援。首先是在相机里，他们加上了 AI 拍摄指导，只要按下右上方这个 icon， 对准你想要拍的物体，比如说这个模型，你看下方就会出现 AI 推荐你的拍摄构图，比如说我选这个，你看 AI 就会产生每一个拍摄步骤，跟着做就能拍出好照片。另外，你也可以点左边这个激发灵感，那这真的蛮酷的。你看 AI 就会根据你桌上现有的物件，自己生成更多不同角度的构图，而不单单只是拿你的照片去裁切而已。不过目前这个功能的文字说明感觉有点太多，如果更多画面互动会更直觉。另外，这次有一个我觉得蛮好用的功能，叫做自动完美合照。简单来说，以前的完美合照在拍完之后，你还要手动去选你喜欢的表情，而现在的自动完美合照，只要打开绝佳镜头和自动完美合照这2个选项后，系统就会自动把最佳表情贴上去，自动产生完美合照。除此之外，这次 Google 相簿的使用上，我觉得也更方便了。比如你在编辑照片的时候，直接圈起你想要编辑的物件，比如说我现在把这张人像圈起来，你看它就出现了肖像模糊、清除、移动、再想象。简单来说，就是 AI 会自动辨识现在的画面，然后给出最适合的编辑建议。比如说，我把周围的绿植圈起来，点选再想象，然后输入花朵盛开。你看，它就出现了4种不同的结果让你选择。话说，现在的再想象还是非常保守啊，只要碰到人，依旧会无法执行。那包括之前介绍过的自动构图修正、魔术修图、魔术降噪等等，这些功能当然也都没有缺席。大家可以参考 Pixel 9系列以及 Pixel 8系列的评测，我们都有详细介绍过了。另外，关于 Pixel 折叠的使用体验，在去年的评测影片也都已经有详细聊过，本集就不再赘述。哦对 ，Google 也在近期释出了 Pixel Drop 秋季更新，不过大部分功能都跟台湾用户没太大关系。因为包括通话录音跟 Pixel 10系列的 AI 通话笔记功能都无法在台版或是繁体中文之下使用，只能继续期待了。不过倒是有个好消息 ，Google 无预警在 Pixel 10上面打通了跟苹果 AirDrop 互传的体验，现在早在系统服务中更新快速分享，并且重启手机。你看，我现在用 Pixel 10 Pro XL 选这张照片，点快速分享，下面就会出现 iPhone 17 Pro 了，非常神奇。点下去之后 ，iPhone 这边就会弹出同一选项。你看，开始传输了，而且现在不只可以 Drop iPhone、iPad 跟 Mac 也都可以。重点，苹果装置这边一样可以直接 AirDrop 到 Pixel 10，两边都通。Pixel 10再次体验了亲儿子礼遇，目前暂时是 Pixel 10限定，就看后续是否要开放给其他机型了。最后，今年的 Pixel 10也有随机附赠6个月 Pro 系列12个月的 Google AI Pro 试用，可以用上最新的 Gemini 3 Pro 2TB 的云端储存空间。不过每个 Google 账号只能试用1次，可以下载 Google One App 确认是否可以领取。
接着我们都直接进入到萤幕表现。这次 Pixel 10一样采用了 6.3 寸 Full HD Plus 120Hz OLED 萤幕，没有 LTPO， 但是前代的高亮度又往上推了一阶，来到2000尼特的 HDR 亮度，3000尼特的峰值。而 Pixel 10 Pro 和10 Pro XL 这边则是分别采用了 6.3 和 6.8 寸。那标准版亮度都升级了 ，Pro 自然也要更进一步，亮度提升到2200尼特 HDR 亮度，3300尼特峰值。随后 Pixel 10 Pro Fold 外萤幕对比前一代增加了 0.1 寸。规格与标准类似，是不支援 LTPO 的 Full HD Plus 120Hz OLED 萤幕，亮度也是2000尼特 HDR 全白亮度，峰值3000尼特。而内幕则是维持8寸，一样有1到120Hz LTPO 动态更新率，亮度就是1800尼特的 HDR 亮度与3000尼特的峰值。今年的 Pixel 10系列总共有 6.3 寸的 Pixel 10，同样 6.3 寸的 Pixel 10 Pro、6.8 寸的 Pixel 10 Pro XL， 以及封面萤幕 6.4 寸。展开来8寸折叠萤幕的 Pixel 10 Pro Fold， 并且 Pro 两块萤幕都支援1到120Hz 的 LTPO 自适应更新率。而且你看，这两块萤幕的 LTPO 非常积极，档位切分非常细，在静止之下，无论是瞬间的高更新率，或是静止下的1Hz 切换都挺自然流畅的。而在折叠这边，外幕同样是 1080p 不支援 LTPO 的常规萤幕，不过在折叠萤幕上就支援了1到120Hz 的动态更新率调节。而在萤幕亮度上，经过我们实测 ，Pixel 10全系列总共5块萤幕都可以达到将近2000尼特的强光全白萤幕亮度，并且也全部都可以达到3200尼特的超高峰值亮度，在亮度上是完全不用担心的。而在色域色准部分，那我们先来看 CCT Delta 1，这个数字只要小于2就是代表够准，小于1就是非常优秀的意思。那经过我们实测 ，Pixel 10全系列4只手机5块萤幕的 CCT Delta 1表现都很强，全部都可以达到小于2甚至小于1的表现，非常准。而在平均色彩 Delta 1上 ，Pixel 10全系列总共5块萤幕都可以达到小于2的表现，完全达标。甚至 Pro 系列的平均色彩 Delta 1还有 Pro Fold 的折叠萤幕，全都达到小于1的顶级色准。整体来说 ，Pixel 10全系列无论是在色域或色准上表现都非常好。完全给过，不用担心。除此之外 ，Pixel 10全系列也都支援了 Ultra HDR 的照片格式，透过内建的 Google 相簿就可以直接呈现 Ultra HDR。而在音效上，4款都采用了双喇叭设计，不过 Pixel 10 Pro Fold 跟前代相同，沿用了不对称的喇叭设计。展开横向使用的话，左边喇叭在下，右边喇叭在上。如果音量开大一点，还是会感觉两侧的发声高度不同。节目的最后，我们也会把4支的外放对比提供在片尾给大家参考。最后来聊相机，今年 Pixel 10全系列最大的好消息就是全系列标配5倍长焦镜头，不过在主镜规格上就有所取舍，我们一支一支来看。首先，标准版的 Pixel 10这次新增一颗1080万3.2分之1寸5倍光学望远镜头，来到3镜头配置。不过在主镜头上，从前代的1.31分之1寸5000万改成了2分之1寸4800万主镜头，超广角也从2.55分之1寸4800万换成了3.1分之1寸1300万的规格。所以从外观上来看，主镜头和超广角明显都小了一圈。而 Pro 版这边两款规格完全一致，都是采用1.3分之1寸5000万主镜头，搭配4800万2.55分之1寸超广角，再加上一颗2.55分之1寸4800万5倍光学变焦镜头，并且 Pro 版本在镜头模组上也多了一组温度感测器，所以可以透过内建的温度计 App 来进行测量。整体来说，从规格上就能明显看到 Google 重新定位了标准版跟 Pro 版的硬体差距，并且虽然两台都是5倍光学长焦，但标准版的数位变焦只有20倍，而 Pro 版这边则是可以做到100倍数位变焦，并且 AI 驱动的专业解析变焦功能也是只有 Pro 版独占。那什么是专业解析变焦呢？简单来说，当你使用30倍以上的数位变焦拍照，系统就会自动启动 AI 增强算法。你看，当我在100倍之下按下快门，然后我们进到相簿，就可以看到上面显示正在处理专业解析变焦，那只要几秒的时间，你看超扯，只要 AI 大概猜得到你在拍什么，基本上都可以算回来。有趣的是，最终 Pixel 可以提供好 AI 算好的照片以及原始照片让你自由选择，没有一定要 AI 介入，这点好评。但有个有趣的地方是，专业解析变焦演算法就会在30倍以上启动，所以你是用29倍拍照的话，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但这反而跳过了大家最常使用的15到20倍焦段，期待之后可以有个预设增强选项。反正不管算得好算不好，事后都还可以自己选择。但我必须老实说 ，Google 这个 AI 变焦算法在可预测的场景下，还真的有点料。例如在建筑物、轮廓明显的公仔 ，AI 都可以做到蛮好的预测。不过如果是博大精深的中文的话，那就真的没有办法。那在折叠这边 ，Pixel 10 Pro Fold 规格上基本与上一代一致，都是2/1寸4800万主镜头，3.1寸1300万超广角，以及1080万3.2寸的5倍光学长焦镜头。整体来说没有惊喜，但有个5倍长焦，虽然底不大，但以折叠来说还是说得过去。而在自拍镜头上 ，Pixel 10全系列基本与上一代一致，并且这次自拍镜头还是很大一颗，位置也偏下，会让状态列占掉荧幕蛮大面积。而在录影部分，4款都支援了 4K 60 FPS 的录影规格 ，Pixel 10 Pro 跟10 Pro XL 则进一步支援了 8K 30 FPS 以及影片强化器功能。那 Google 的这个影片强化器是真的很强啊，尤其是在低光场景之下。那用法也非常简单，只要在录影之前打开影片强化器的选项，最高可选 4K 60以及 8K 30的格式。那在拍摄完成之后，你需要先将影片备份到 Google 相簿，并且等待伺服器处理。接着魔法就发生啦。那夜视录影也是一样的玩法，拍摄完之后同样要备份，等待系统处理。我们这边也提供一段处理前后的差异让大家参考。而在样张部分，由于时间关系 ，Pixel 10 Pro XL 的样张对比我们拍过非常多次了。如果要看最新对比的各家旗舰，像是三星的 S25 Ultra、苹果 iPhone 17 Pro Max、小米的15 Ultra、OPPO 的最新旗舰 Find X9 Pro 等等等等，请直接参考我们的 Find X9 Pro 的完整评测。那这期节目我们就先以 Pixel 10全系列自家对比为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数据实测节目，现在就订阅邦尼支持我们，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当然，也欢迎透过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或者加入频道会员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邦尼团队没有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